乌军空袭新战果，严重影响俄军战力。乌克兰年产400万架无人机，制造次式无人机。希尔斯基坐镇库尔斯克指挥，接下来乌军会如何行动？莫斯科直升机场遭打砸，俄飞行员惨死。乌军反击激烈，库拉霍沃乌军79旅击退俄攻势。红军村和库皮扬斯克乌军25旅和63旅分别全歼俄军突击队和装甲纵队。北约再援助，乌实力再次拔高。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总能给人带来惊喜，无论是对俄罗斯本土的突袭，还是正面战场的反击，均有了新进展。在近期乌军大规模空袭中，除了上期提到的重创俄罗斯利佩茨克2空军基地和斯维尔德洛夫弹药厂外，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800公里的车里亚宾斯克州科佩伊斯克和布良斯克州的科尔米 EL 工厂同样遭到了袭击。前者据悉有一家重要的国防工厂 GSC Petmes，专门为俄罗斯国防部生产各种弹药，后者则是舒克，也是乌俄战争爆发后第4次遭到乌军袭击。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微电子制造商，主要负责生产军用微电子系统，其产品可用于各类导弹，如铠甲防空系统、伊斯坎德尔战术弹道导弹等。其早在2017年就有94%的产品专门交付俄国防部使用。考虑到现状，火力军估计现在应该是100%全力满足俄国防部的订单，但一切都晚了。报道称，由于工厂建筑遭遇袭击，造成电力供应中断，该厂已宣布停产。截至目前，乌军本轮100余架的无人机打击已经给多个俄罗斯军事设施带来了重大破坏，同时也对前线俄军带来了一定影响。火力军估计，乌军对俄境内军事设施的打击将持续至战争结束。首先是数量，根据乌克兰数字发展部提供的信息显示，乌军无人机的产量已经从去年的30万架提高到今年的400万架。不仅可以满足乌军部队的需求，甚至火力军怀疑乌克兰都有能力对外出口了。其次是战术运用，对于新产无人机，尽管乌军部队没有提供更多信息，但火力军推测其大部分仍是廉价的 FPV 无人机，远程、超远程类的自杀式无人机数量较少。当然，后者数量肯定会超过1万架，否则乌军很难如此频繁地发起大规模空袭。此外，有乌军内部人士透露，乌军每次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其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里都有不少专业的诱饵无人机。即这些无人机不安装战斗部，而是安装铝箔包裹的 3D 打印球，来反射更强的雷达信号，从而起到误导俄军防空网、吸引俄军防空火力、掩护真正攻击目标的作用。如此次行动，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就十分成功，大量俄军弹药库、油库、炼油厂、军工厂均遭到了袭击。另一部分的战术运用则在乌克兰战场，如10月20日，在红军村方向，俄军出动7辆坦克和11辆装甲车，对乌军46空中突击旅阵地发起进攻。一番交战后，乌军46旅通过无人机和海马斯系统的配合，在摧毁俄军2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后，成功将俄军击退。就连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都高度评价乌军无人机的攻击模式。他认为乌军应该持续这样的攻击方式，这远比使用导弹攻击更有效果。最后是无人机的创新。据每日电讯报道，乌克兰开发了名为刺的 FPV 无人机，这种无人机专门用于拦截俄军自杀式无人机和小型战术侦察无人机，最大飞行速度超过160公里每小时，最大飞行高度仅3000米，而成本仅约为俄军自杀式无人机的1/10。虽然目前在战报中尚未看到相关的消息流出，但最近1个月，乌军发布了大量使用改装后的 FPV 无人机击落俄军侦察无人机的视频，严重破坏了俄军的战场监视能力，迫使俄军不得不进行反制，如安装后置摄像头等进行躲避，或是修改作战模式等。总之，在无人机方面，无论是技术、战术还是数量，乌军正随着战斗的进行不断提高。库尔斯克战况更新，目前乌军仍在该地区活跃，俄军的反攻没有将其打退。据 RBC 新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首次坐镇库尔斯克战区指挥，并作出多项决定。报道称，希尔斯基希望直接在各旅的指挥部工作，深入一线展开领导部署，同时慰问了正在库尔斯克战斗的士兵。同时，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但若证实，无疑将给乌军带来极大的鼓舞。毕竟这将是自2战以来第一位攻入俄罗斯的他国总司令，这和乌军攻入俄罗斯本身一样意义重大。至于希尔斯基坐镇库尔斯克后，乌军将发起怎样的新行动，火力军将继续观察。但就目前而言，在过去24小时，乌军在苏加北部的切尔卡索耶、波列克诺耶以东取得了进展，并在格卢什科沃地区展开了新攻势。
其中乌军第41独立机械化旅在刘比莫夫卡使用集束弹药炮击俄军，成功摧毁2辆 BTR-82A 装甲车、1辆 BMD 步战车，并使大量俄军受伤。此外，乌军在克鲁格伦科至尼科利斯基防线部署的预备役部队，目前正从南北2个方向与俄军突击小组展开小规模战斗，试图将其击退。据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分队的一名指挥官称，在库尔斯克，俄军正在与14个乌克兰和欧美私营军事公司作战，战斗非常激烈，并将库尔斯克的战斗描述为整个战区最困难的前线。由此可见，俄军的反击速度十分缓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俄军反击工事和边境防线被乌军轻松突破，俄罗斯当局已对库尔斯克边境防御设施建设中可能存在的大规模欺诈行为展开调查。他们怀疑有120亿卢布的拨款被某些官员和承包商贪污盗用。另外，据俄罗斯两赞地区流出的一份公告显示，在库尔斯克阵亡的俄军及家属好像是无法获得承诺的赔偿金，理由是库尔斯克是俄罗斯领土，不属于特别军事行动的范围。目前，俄罗斯尚未回应此事，该消息也尚待证实。但若此事为真，火力军预测库尔斯克俄军必将与俄罗斯政府离心离德，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成建制投降的俄军，或是帮助乌军反攻莫斯科的情况。毕竟在此之前，俄罗斯还发生了一件能逗大家一笑的趣事，且极有可能与乌克兰无关。报道称，当地时间10月14日晚，有6名蒙面人手拿斧头和锤子闯入了圣彼得堡直升机零部件制造厂进行破坏，期间甚至砸毁了一架卡莫夫直升机。具体情况暂未有消息披露，但有说法称是该工厂竞争对手干的。乌军加大了对俄罗斯中高级军官的清除行动。据乌克兰情报总局的官方声明称，在俄罗斯布良斯克的苏波涅沃，乌军派遣招募的特工使用锤子一锤一锤地消灭了俄军第52近卫航空团的中队参谋长德米特里·格连科夫。据悉，格连科夫不仅是52航空团的中队参谋长，还是该团重型轰炸机的一名飞行员，曾长期驾驶图2轰炸机袭击乌克兰境内民用设施。其曾在2022年6月对乌克兰中部的波尔塔瓦地区发起攻击，导弹击中了当地克雷门丘市的购物中心，造成2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2023年1月，格连科夫率领的52团航空中队又向乌克兰第聂伯罗的居民楼发射导弹，造成46人死亡，79人受伤。因此，克连科夫迅速登上了乌克兰情报总局清除名单的前列，而现在他在俄罗斯的领土上被正式清除。此外，乌军还于21日晚突击了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朝鲜军训练基地，现场发生了多起爆炸，目前具体战果未知。同时，据韩国情报机构称，其在乌克兰领土的俄战区发现了一位大有来头的朝鲜军事工程师。据传，此人是朝军中负责导弹研发和管理的，去年还曾陪同金正恩视察。不得不说，朝鲜在乌克兰的行动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回到乌克兰战场上，在这2天战斗最激烈的库拉霍沃方向，据 ISW 报道，俄军出动19辆 BMP 装甲车和4辆坦克，组成增援装甲纵队，向乌军79旅阵地发起猛攻。结果被乌军的无人机和炮火击退，并成功损毁击伤俄军8辆 BMP 装甲车和2辆坦克。在红军村方向，乌军第25空降旅将一支由14人组成的俄军突击队全部歼灭。同时，乌克兰安全局特种部队还在继续摧毁红军村方向的俄军后勤。在谢里杜河其东郊阵地反复易主，目前战斗依旧激烈。在托列茨克方向，乌军在 ATB 广场的反击非常果决，目前其无人机编队已经控制了市区里的高层建筑区，逼迫俄军不得不将进攻主力转向南部。但南部地区的住宅主要由单层房屋组成，且处于盆地，极易受到乌军火炮的覆盖式打击，估计俄军坚持不了多久。在恰索菲亚尔方向，俄军大半年的推进慢如蜗牛，至今仍未拿下这里。而且乌军30旅近期还成功向巴赫穆特市西北方向推进，清理了扎里兹尼扬斯克村以西的森林地带，相信这里的俄军日子并不好过。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再次尝试向多个方向攻击，但均遭遇惨败，尤其是在克里米纳方向，俄军尚未集结完毕，就出动2辆坦克和4辆步战车以及大量空降部队对乌军阵地发起进攻，结果被乌军第63旅炮兵和无人机全部歼灭。综上所述，乌军用无人机加火炮的战术越来越熟练，这意味着俄军每前进一步就要付出巨大伤亡。据乌克兰联合空军战略司令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1日俄军伤亡1710人，摧毁了24辆坦克、64辆装甲车、24门火炮系统。而且在上周，俄军伤亡达到10040人，成为自开战以来最高的伤亡周，总伤亡则突破68万大关。首先是美国，仅隔5天就有了新援助。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21日，美国防长奥斯汀突访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方长乌梅罗夫。期间，奥斯汀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4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其包括弹药、军事装备和武器，以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努力。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努表示，将利用冻结的3亿欧元俄罗斯资产，用于为乌克兰提供12门凯撒榴弹炮、紫苑防空导弹、西北风防空系统以及铁锤精确制导炸弹和各型号弹药等关键军事装备，从而帮助乌克兰度过这第3个冬季战争。此外，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预计会在明年年初波兰接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后进行进一步加强。自2025年1月1日起，轮值国将由波兰担任，而波兰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利用其6个月的主席国任期，加强对俄罗斯燃料进入欧盟的控制。据悉，波兰将对进入欧盟的天然气来源进行更严格的检查，并打击任何规避现有限制的行为。当然，波兰也将尽一切努力，保证新制裁顺利实施，而不被匈牙利阻止。届时，俄罗斯将失去能源这项重要的预算收入，其战场潜力将大幅下降。根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以军已经开始使用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目前以色列仍未对此事进行回应。10月13日，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指示下，国防部长奥斯汀批准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同时还将向以色列派遣相关人员，以此来增强以色列的自卫能力。10月15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先遣部队与部分萨德反导系统组件已经抵达以色列境内，这一过程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萨德系统全面投入使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表示，为了保障行动安全，具体的部署时间表并不会公开。以色列军方对此表示感谢，但同样拒绝透露萨德系统的正式启用时间。10月17日，以色列媒体披露一张图片，称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在以色列境内的首张照片。作为一种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美军表示，萨德可以拦截中短程与远程弹道导弹。目前，美国陆军共拥有7套萨德系统，每套通常由6个车载发射装置、48枚拦截导弹以及无线电、雷达设备组成。有专家表示，美国之所以在以色列境内部署萨德，其实是对以色列向美国承诺只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的补偿，其二则是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增强以军自卫能力。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测试萨德的实战能力。根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真主党于10月22日证实，此前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内塔尼亚胡住所。随后，真主党媒体办公室负责人阿菲夫进一步表示，将继续向内塔尼亚胡发动袭击。同时，他还强调，真主党不会与以色列进行谈判。10月21日，韩国与卡塔尔在进行了一次联合实弹演习，演习地点在卡塔尔的卡拉埃尔训练中心举行，演习时间将持续到10月27日。演习项目包括地形侦察、机动坦克射击、最大有效射程射击、自行火炮最大射速射击等。其中，韩国派出了100多名士兵、4辆 K2 主战坦克、4辆 K9 自行榴弹炮。媒体表示，为保证此次演习的顺利进行，早在10月13日，韩国登陆舰就已经抵达了多哈港口。据说，这还是韩国海军首次在中东部署登陆舰。同时，这次演习中所展示的 K2 主战坦克和 K9 雷霆自行榴弹炮，也是韩国首次向国外部署。根据美国防务博客报道，俄罗斯空天军的一架苏57战机似乎在外部携带2枚 KH-59 空射巡航导弹。这种不同寻常的配置引起了诸多质疑，因为五代机在设计层面不仅要求减少雷达截面积以提高隐身性能，还要尽可能将武器集成到内部弹仓，而外挂导弹会大幅降低其隐身性能。至于俄罗斯这么做的原因，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俄罗斯目前经济不景气，在作战行动方面要充分考虑到性价比，而外挂 KH-59 在成本上要比内置适合的空射导弹低得多，但代价就是牺牲该战机的隐身性能。根据战区报道，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近日推出了慧鹰系列无人机的先进版本，名为慧鹰短场起降型无人机。其通过集成莫哈维无人机的技术，能够在简陋场地和舰艇上完成起降，可用来执行各种勤监侦任务。正常情况下，该无人机的起飞距离约为122米，在挂载12枚地狱火导弹后，起飞距离延长至约305米。而且该无人机目前已在英国威尔斯亲王号航母上完成测试，验证了其舰载作战能力。另外，慧鹰短场起降型无人机还整合了慧鹰 25M 型号的创新技术，采用重型燃油活塞引擎以及更强大的机载发电系统，
同时还简化了后期的维护需求，而且其在侦察和电子战方面也做了很大提升。例如，其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能侦测约8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目标，海上目标侦测距离可达200公里，大幅提升了侦察能力。又或是配备有视觉导航系统，可在 GPS 受干扰时维持运作，并具备抗卫星通讯干扰能力，可有效提升作战存活率。根据《自由时报》10月22日报道，英国近日成功测试了一套新型激光武器系统，该系统由莱昂纳多和泰雷兹公司合作研发，主要设计用于安装在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上，如影子2侦察机、A400M 阿特拉斯运输机等。其集成了泰雷兹的威胁预警软件，这套软件可利用算法侦测空中导弹，还采用莱昂纳多研发的红外线激光武器，能更快速有效地识别和拦截空中威胁。根据英国国防部声明显示，此次测试在瑞典维德塞尔试射场进行，该系统在同时面对多枚红外线热追踪导弹时，以100%的拦截率拦截了所有目标。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更是表示，该武器击退威胁的速度比读完这句话还快。另外，根据媒体表示，这并非英国首次测试激光武器，而且在这次测试中，许多北约成员国都前来观摩，侧面反映出北约国家正在寻求低成本措施来替代高成本的传统防空系统，想以此来作为对抗导弹和无人机的新时代武器。而英国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指出该系统可在北约内部共享，待后续该技术发展成熟后，将会向盟国进行技术出口。根据《自由时报》10月22日报道，日本为推动国防现代化，向美国申请了一批新军售。作为回应，美国同意向日本出售212枚拉姆导弹以及相关设备、后勤等项目，总价值约3.6亿美元。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美国海军现役的波音水星指挥通信机已服役30年，现已选定以 C-130J 为基础开发的 E-130J 作为 E-6B 的后继机种，未来将接替其执行空中通讯、指挥等任务。媒体表示 ，E-130J 是 C-130系列运输机的第18种变体。在此之前 ，C-130系列运输机也担任过一些电子任务机，例如 EC-130H 通讯机、EC-130J 新战广播机等。需要注意的是，目前 E-130J 的通用昵称尚未确定，就如同 E-6B 被称为水星一样。根据多方媒体报道，美日利剑联演于10月23日正式开幕。首日演习由美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率先展开机动任务，其中陆战队第3远征军派遣陆战队员船员合计约900人，与自卫队水陆机动团实施联合2栖突击、前进武装和燃油补给以及实弹射击等联合训练。而日本陆上自卫队则是在包含西南群岛的全国境内，以陆海空方式演练快速机动部署，师旅级部队还以防御岛屿为设定，实施了一系列的反登陆作战演练。根据法新社10月22日报道，伊朗计划和沙特阿拉伯在红海举行联合演习，但由于沙特阿拉伯没有立即同意，目前双方正在进行协调工作。另外，伊朗新闻社也对此事进行了相关报道。根据其报道内容显示，伊朗确实计划和沙特阿拉伯在红海举行联演，不过该联演的发起国是沙特阿拉伯。目前尚不知上述两国是否真的会进行联合军演。如果真的按其计划正常进行，那么这将会是该地区重量级国家的第一次联合军演，可能会对该地区的局势造成不小的影响。根据中时新闻网10月23日报道，由于伊朗近日与以色列火药味十足，为提升整体战力应对未来威胁，伊朗打算在国内生产苏30和苏35战机。作为伊朗的忠实盟友，俄罗斯表现的也相当尽职尽责，目前已允许伊朗的请求，毕竟此前伊朗已经向其提供了导弹，此举也算是一种回馈方式。而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可以在境内自行建厂并生产上述战机。按照伊朗计划，将在国内生产48至72架苏35战机。至于苏30的数量，目前尚不明确。待伊朗工厂正式动工后，不仅能够为伊朗军队提供新的战机，还能够学习到这些战机的生产技术，并提升伊朗本土航空工业的制造力。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伊朗与俄罗斯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将促使两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欧美国家的制裁，进而可能会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产生影响。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库尔斯克俄军阵亡没有补偿金一事怎么看？希尔斯基坐镇库尔斯克后，乌军会有哪些行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